我们会帮助琅琊王，将其势力彻底铲除。这是我们能做的。不知这个条件是否足够？唐灵皇是我们的好友，也是连月的大师兄，他的生死于我们而言自然很重要。若是苏家主能够帮助我们一同救出唐师兄，解开他身上的药人之毒，自然是大恩一件。至于你说的，想借我之光芒照亮暗河之路，是我琅琊王萧若风的荣幸。我相信，诸位可以给江湖带来一个全新的暗河。不错不错，有了个不错的结局。这不是结局，只是开始。等暗河终于被世人所认可之后，穆家主，你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？我最想做的事情，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家主之位传给雨墨。第一件事情就是撂摊子不干了。我的责任就是带领我们穆家弟子行走在光明之中。很显然，我已经做到了。至于接下来应该怎么走，那就是他们的事情了。我的第二件事情就是去望城山见一见我最崇拜的玄剑仙，吃一颗他亲手种下的桃子。然后留在望城山修仙做术士。唉，也曾那么想过，但是应当不会吧？为何不会啊？因为修仙要断情绝爱，而我不行。我的第三件事情就是告诉雪薇，我喜欢她，而且喜欢很多年了。哇！穆家的上一辈在暗河之中都是令人闻风丧胆的恶鬼，怎么到了你这一辈，满脑子都是儿女之情？大家长，你手怎么这么冰凉啊？哇，你什么时候练的寒冰掌啊？练你娘！成河，胡耀峰，师傅，你确定这个药给昌河大哥喝了不会七窍流血啊？这也太补了，全都是至阳之烈之药啊！无妨，苏昌河的身体扛得住。好。又冷又热，怎会如此啊？这是什么？昌河大哥，师傅让你把这个喝了。我不喝，这看起来是人喝的吗？我喝过了，看着黑，喝着甜。不喝这个，今晚你睡一个时辰便会被冻醒，再睡一个时辰呢便会被热醒，然后就再也睡不着了，因为你会觉得浑身有蚂蚁在爬。堂堂暗河大家长，可受过这样的苦啊！倒像是回到了炼炉。琅琊王这个人不对劲，难不成他是练了极寒一派的功法？方才你中的那一掌之中，是以寒冰真气伤到了你。他的武功不弱，但如果一掌能把我伤成这样，我们还有什么资格跟他谈条件？研魔掌这门功夫，就是在对掌之时可以吸入对方的真气，予以反击，所以遇强则强。但是琅琊王这人的真气有毒，
什么毒？是寒毒。没错，是寒毒。若只是制寒真气，我只需要吸入再打出去就好了。但这寒毒，我只吸入了1掌，就开始在我体内肆意游荡起来。下毒？不是下毒，那琅琊王一进门，我就察觉到他的神色不对，他那是寒毒入体，命不久矣了。啊，命不久矣啊！可是他不是王爷吗？身边那么多太医在，为什么会中寒毒啊？据说2年之前，琅琊王带兵南征之时，男爵曾派出5名武道宗师合力刺杀他。后来那5人皆被斩杀，但其中1人实力已入逍遥天境，且修行制寒魔功月阴指，或许传言是真的。难怪琅琊王如此迫切的要和我们合作，看来他也是遇到了困境了。这寒毒无药可医吗？虽然我也需要把脉之后才能给出确切的答案，但凭我方才见过他的样子，他应当已是到了无药可医的地步。就算曾经有过能够医治的机会，但现在估计最多只剩下一线之机了。一个将死之人，他想要的会是什么呢？或许他想借助我们之手，来移除天启城里那些意图谋乱之人。他想要在他死之前，来替他的兄长解决掉一切隐患。这便是他之所求。这般伟大吗？若我快死了，哪管什么明天未来，这天下就由我何干？我要闭关了。闭关？那寒毒能差点废了我，和我修炼的炎魔掌第9重有关系。我未能突破那道门槛，所以遭到了如此反噬。一旦到了第9重，什么寒毒、炎毒都能轻易化解。好，那外面的事情就暂时交由我来处理。不要太心急。琅琊王现在病入膏肓，该急的应该是他们，而不是我们。我们若几天之内就把唐灵皇完好无损的送回去，那结果如何，可就不得而知了。这天启城里的官儿都这么有钱，哎，那这和你城中的宅子相比，如何？自然是我的宅子更大些。那看来他也不是很有钱。因为这统领府啊，只有这么大，所以副统领府呢，便只能更小些。这些都是官场之道，哈哈。二位，请。老爷，这位是千金台的涂二爷，这位是涂二爷带来的神医。我们见过，有幸和我家大哥一同拜访过李仙将军。这么年轻的神医吗？是啊，就是这么年轻的神医。将军不要看白神医年轻啊，但是白神医却是出自……哎，靠医术说话。听神医的。将军，救人治病呢，乃是10万火急之事，你就不要拦在这里了，还不快让我进去诊治？哦，你怎么知道这病人就在那边的屋子里呢？因为我听到里面那人的呼吸声，久短一长，一长伴一口血痰。什么意思呀？快死喽！哦，神医请进。什么味道啊？李小将军，我们是来替你治病的。李小将军，起床了，醒醒。这是患了离魂症吗？离魂症，要是真的就好了。怎么样？还活着？神医，你不要说这么高深莫测的话。他唰的一下他就蹦起来了，他当然活着了。有些麻烦。
啊，哎，神医，这是做什么呀？自然是拿回去炼药啊。这病开不了方子，你回去好好想一想。我们走吧。嗯。沈小姐。真是麻烦。神医，怎么回事？没事，他不过是睡着了。徒儿爷，我们走吧。神医，且慢！我儿子的病怎么样了？他的病一时半会儿治不好。若真是那么简单，你请来的那些大夫不就都治好了？可先前那些大夫看完，并没有出现这样特殊情况。那说明他们医术不精。我呢，至少能让你的儿子睡一个安稳觉。否则啊，他方才那样的状态，再维持个10天半个月，就算不死，也成一个活死人了。你，哎，李贤将军放心，神医已然有了对策。等这个丹药一炼制好，李小将军的怪病自然是药到病除。药到病除？怎么回事？属下也不知道。那副统领派人到处寻医，居然找到他们暗合的药府之中。等我们收到消息的时候，那位医者已经入府了。不能让他离开。领命。你们的人能确保完成这次任务？先生要出手，只希望暗河的那几位不要让我感到失望。那便多谢先生。来人！神医能够找到医治之法？当然，只不过需要几日时间罢了。那既然是这样的话，那就请神医在府中小住几日。将军，是我带神医来此的，如今神医要走，我自然要带他走。若将军想要强留神医在府上，恐怕就只有一种可能。什么可能？杀了我。你以为我不敢？无需顾忌，我是千金台的二爷。如今我只是图玩，想杀我，放手来便是。只要你能承担得起那个代价。好，那便如你所愿。我的去留，还能轮到你们说了算？来啊，来，你们一起上！我看你们今天谁能把我们留下来。上！谁？神已经知道我到了。不知道啊，我猜的。你是何人？医者治病救人，世人皆须敬之，而你却想将其困制，哪有这样的道理？难不成你想杀我？我想杀你，随时便可杀。可世间所有的对错不是以强弱判定的。你立于光明之下，应当珍惜自己的权势和地位。我们走。走喽。对了，事后你若还想找徒二爷的麻烦，再见之时，带给你的就不只是剑气了。哪里来的狂人？真当我天启城的禁卫都是摆设吗？你不过就是一个剑客，能杀1人，能杀10人。可若我金无畏千军齐上，你能活得下去吗？我能不能活着并不知道，但你一定会死。
实在抱歉，本以为这是一个能让鹤羽药庄扬名于天启城的机会，没想到这金吾卫副统领竟然这般不讲道理。无妨，兔儿爷你也是好心，我和陈毅先回去了。那副统领若是后面还来找你麻烦，记得来药庄找我们。啊，别怕，有我们给你撑腰。好，他那儿子的病，神医也不必理会了，就让他们自生自灭去吧。是应该让他们吃点苦头。那今日便先告辞了，苏公子有空再一起去听曲儿啊。告辞。那副统领的儿子不太对劲，为何？是药人之徒，和那日我们在四怀城遇到的不太一样。这人还活着，我有种不太好的预感。或许夜鸦正在将这药人之毒悄悄渗透进整个天启城。既然此处有一个副统领的儿子中了毒，那是不是别处也还有其他人也中了刺毒？他们想要培育出一支军队吗？难怪这么长一段时间，他们都没有动静。我们先回药府吧。我取了那人一滴眉心血，我看看能不能提前炼出些解药来。好。小心！好强的道士！刀鬼许流云，执伞鬼苏沐雨。许多年前，我们见过一次。是啊，只可惜当时虽然相见，但没有机会与你一较高下。如今在这天启城相逢，也可了却当年的遗憾。你要与我一战，为何？受人之托，在此处等你们。你身后的那个医者，他的性命今天要留在这儿了。堂堂男爵刀鬼，居然被天启城的势力所利用，真是让人意想不到。你我不过都是别人手中的刀剑罢了，你们暗河不也一样？如今的我们已经不一样了。神夜，一会儿在我们对战之时，想办法离开。男爵的刀鬼，我听过他的名字，听说他的实力已经和刀仙无异，但因为形势太过诡谲，而无法入列刀仙。你千万小心啊！放心，没问题。既然名作执伞鬼，那就送你一柄渡鬼吧。转身！你没拿伞，便用不了18剑阵，毕竟那才是你最得意的杀人之术啊。我用春雨剑法，亦能杀你。我明白了，你想摒弃你身上的那些印记，比如执伞鬼的称号，比如18剑阵的绝技。那你知道，一个杀手什么时候将会迎来自己的死亡吗？那就是当你心里不只有杀人这一件事的时候。不要把我当成一个拖后腿的。我终于明白为何你只是刀鬼，无法成为刀仙了。只要能赢，称号又算得了什么？斩马刀斩神，燕翎刀杀生，妙刀渡鬼，借刀灭佛，金环刀入身。哼！无论你是神佛鬼仙，亦或是人间至圣，皆要死于我的刀下。哼！
我知道你为何要用这么多把刀了，因为你无法将任何一把刀都发挥到极致，所以你只能同时使出它们，来掩盖你的弱点。你说的没错，但我会在你斩碎最后一柄前杀了你，直三鬼。如今我和昌河执掌暗河，你应该尊称我为苏家主。好，苏家主，不愧家主之名。没有人。真以为我那么傻呢？神医，神医，师傅，保我之前，两前有一个绿色的药瓶，拿出来能保我一命。你放心。神医，废物，白耗我许多真气。不出剑，仅凭一身剑意和剑气就能杀人，看来苏家主对那女子很是在意。你对你徒弟倒很是无情。如今他已经动弹不得，而且随时都可能会死。你若是再想护他周全，可没有方才那么容易了。为何一定要杀他？他明明是与这些是非最无关之人。那将其卷入这些风雨的苏家主，会感到愧疚吗？风起，道士之战。破我的刀虚之阵需要时间，你等不到的，死吧！竟然强行破阵救他，你若是肯舍弃他，便不会受此重伤。任何的加入都没有意义，但最后赢的人终将是我。这把刀是我32年前初入江湖时花2两银子买的，期间断过3回，修修补补放入刀下16年未除。如今再次出匣，就能斩获苏家主的大好头颅，也算是他的幸运了。斩我大好头颅！任务结束还能够活着的，要带他回去吗？不必了。都快死了。
17号，欠你一只手，还你一条命，算你赚了。多少暗涌的情绪，无声的衬托。漫漫长夜中寻觅，挣扎痛的17号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偷听到你们的任务点，私逃出来寻你，我来接你回家。那地方也能算是家吗？有家人等候便是家。你弟弟还在那里？如同宿命随波蜿蜒曲折，谁能趟过黑暗的河？哪里会有彼岸穷尽一生，唯一点光，倾尽颜色。辗转悲欢离合，恋恋不舍，思念在夜里醒着，心不由我，情字总无法逃脱。怎么总把自己搞得这么狼狈？反正每次你都会及时出现，我狼狈点儿也没什么问题。鬼哭园的试炼马上要开始了，各家主唤我们回去。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。哪里会有彼岸穷尽一生，唯一点光，倾尽颜色。想必你们已经有所了解，待会儿时辰一到，你们就会前往鬼窟渊。每组10个人，只允许留下1个。第一组86号、18号、74号、42号、34号、26号、17号。第一组的最后一位，63号、63号。谁惹了木丘兄啊？生这么大的气！木子哲，你明知这2人是我苏家属意的，你这般行事，是要与我苏家为敌吗？别给我扣这么大的罪名，我可不敢。我只是在尽我总教习的职责罢了。职责？不把过强的2个人放在同一组，这是3家都默认的。你就不怕我上报提魂殿吗？等他们情深意重，把彼此看成兄弟的时候，再让他们自相残杀。活则在一起，不要走散了。看起来也没有办法与你走散了。
全都来了。谁都知道你们剑术高超，与其1对1跟你们单打独斗，还不如合力把你们都杀了。我们剩下的再斗，还有几分生气。那便来吧。八节制，刀剑合十，攻守戒备，决一切生机。要胜此战，唯有一途，一二入局。我为尔。要破八节阵，唯有牺牲一人才能找到突破之口。我们2个同时上，算怎么回事？我知道，我来。有生于何下三风冥冥中汹涌，那我走了。回头望云都乱岗，闭上眼月暗之上，谁觉家乡典礼长空，等空出世扭转乾坤，黄与笑自灵根深，走在我脚下无不寻根，这一生不爱也不恨，经历穿越大河，终身一夜的人满泪痕。你留了珊瑚中身份，请忘记我是谁，因我也是我们。三五一生，世界将无知群像，向这里出滔滔，而雷不活东风起，此反风云，利剑真高，江州北风光临宁千万顷，一流水洒背负来，让心了几万里。刀光剑影出鞘，一波好人仰天长啸，手如履薄冰，谁弹起恨命，传至光明，无悔脚下不胜履。只剩我们2个人了，所以你疯了吗？你这疯子，停下来！我跟你说过，你的恩情，我迟早会还的。我不需要你还。你此前替我做点灯童子的时候已是还了。暗河的规矩，10个人只有1个人能走出鬼窟园，成为3家之人。你若不成我的情，我们2个人都得死。一定会有办法的。我去和他们说，他们享有最顶尖的刺客，而我们俩是他们这些年里遇到最好的种子。他们不会愿意就这么失去我们的。你太天真了。
手放开！你把手放开！只要足够强，便有资格天真。谁醒了？啊，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，梦到一些很久以前的事儿。邪魔外道，勿近勿深。我们是邪魔外道，难道你们就是邪魔障？不过是些魔障，看我一剑斩了你们！不好！大家长，人在虚弱时，邪气便会找机会侵染人的身子，做噩梦是正常的事。大家长不必担心。大家长可还安好？毛头，是。神医啊，你此生救过多少人？这我哪里记得得？加上唐二老爷，我此生杀过832人，很多人，我甚至不记得他们是谁，但心底里总会有一个声音告诉我，那是我杀过的人。其实我不怕这样的梦。当他们出现的时候，我会拿起手边的剑，将他们斩杀得一干二净。我既然杀得了他们一次，那么自然我能杀得了他们第二次、第三次，无论是梦境还是现实，都不会有任何区别。但这一次，当我拔剑的时候，发现手里的剑已经断了，需要让沐雨快些回来。难道大家长就不害怕
他在这个时候背叛你吗？不会的。哎呀，坐了许久的马车，累了。小长河，你这个样子能追到鹰，你到底是什么安排啊？追得上。大家长此行北上，无非就是想拖延时间，按照他的手段。老爷子有没有事儿我不确定，但是我们这一批跑腿的，定是要被他清算。所以在我这儿，大家长必须死。然后呢？我对于苏沐雨的安排应当已经到了，让他见见几个故人，拖延一下他追上大家长的时间。驾！昌黎，宇哥，好久不见了。昌河派你来的。啊，是大哥让我来的。他说让我拦住你，实在不行就哭到你心软。他是不是觉得我不会杀你？他自以为能猜透我的心，可我杀过这么多人，我也有无法控制住自己杀心的时候。若我想杀你，你早就死了。驾！宇哥。老师，你口中的老师这2个字，放在我的身上，我可不敢当。苏轼先生，许久不见了，苏沐雨。昌河为了拦住我，居然把你也请来了。不必怪昌河，是我自己想来的。我想此事之后，或许我们便没有相见的机会了，就自请来此见你一下。顺道下一局棋。我在赶路，没有时间。若有机会再见先生，回到暗河，我定去藏书阁拜会。若我没有做到让你下完这局棋，昌河或许会杀了我。先生来此，是想劝我和昌河联手。你们是暗河这100年来最不可思议的搭档，一起联手破过许多危局。这一次，我相信你们一样可以做到。我听昌河说，4年前你们做过一个决定，他当上苏家家主，你当上大家长，成为执掌暗河的新主人。那他有没有说过？我并没有回答他的决定。大家长他值得你这样做吗？这个问题的答案重要吗？沐雨，当你用一个问题来回答另一个问题的时候，就代表你的内心
并不坚固。可这问题没有答案，只有选择。我在苏家待了将近10年，昌河与我更是从同一座炼炉当中走出来的师兄弟。准确的说，我们都是家人。昌河那样的人，可不会把老爷子他们当作家人，他只是把你当作家人。可如今我是魁，我的父亲曾教过我，承诺是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。先生您也说过，没了承诺，收了钱的刺客便会因为更多的钱而转头去杀自己的主顾，那么到最后秩序变乱了，刺客便没有存在的理由，暗河也没有存在的必要。你很聪明，但有时候太过于执拗了。已经沦为杀人的棋子，若心中还不存在点执拗，那么活着也像是死了。先生，你败了，告辞。宇哥，你赢不了的。3家家主对大家长这个位置觊觎很久，这个机会他们不可能放过。即便大家长最后把生医好了，他们还是会不惜一切代价把他杀了，这是个必死之局。即使死局，那么昌河他到底想做什么？他想改变暗河，跨过暗河，便能到达彼岸。彼岸之处不再是长夜，而应有光明。和我们联手吧。大哥的意思是让大家长在一个合适的时机死掉，死之前他把绵龙剑传给你，你执掌暗河，而他则去扫清苏家的障碍，成为苏家家主。到时候其他2家再有不满，你们便联起手荡平暗河。宇哥，抱歉，我有我的选择。大哥说了，若你拒绝，那他就自己当这个3家之主，到时候不管谁挡在他面前，他都会杀死，包括你，他这一生最好的朋友。沐雨，道阻且长。行则将至，驾！先中毒再解毒，以身试毒。倒是有种不疯魔不成活的意思。只是我不太明白，为了几张银票，神医愿意为我以身试毒？自然是不愿意啊，我又不傻。不过我有一个办法，既能感同身受的了解大家长体内的毒，但同时又不会死。什么办法？移魂大法。药王谷的秘术移魂大法，若是一旦对某人施用此法，就能和他无感共识，他的过往和此刻的想法都无法逃脱施用者的眼睛。若是遇到意志薄弱者，甚至能彻底占据他的意识。我初听到此门功法，还曾感慨，这哪里是医术，分明是邪术。确实，医者行医，治的是人身体里的毛病，而移魂大法却能治人心病。不过我这次对大家长施用移魂大法，为的是彻底去除你体内的毒。至于大家长你心里想的那些嘛，我可以试着不去看。
若是一旦施用移魂大法，那我的性命自然是全在我白鹤怀的掌控之中了。届时只要我想，可以随时杀死大家长。我想试试。大家长能活几日就让他活几日吧，反正我们抓紧时间找机会，先把那小神医给杀了就是。大家长和那个神医有弟子摄效保护，你那么有信心？哎呀，我派人传了封信，去向了北面那座皇城，里面有一个人出身唐门赫赫有名，是唐二老爷最亲近的弟子。九江琵琶亭内3道暗器震惊天下，是可以与司空长风、百里东君等人齐名的高手。唐灵月，我不知道大家长为什么要杀唐二老爷，但我知道唐二老爷死了，最想报仇的人一定是唐灵月。